上期重建了导弹组，这不是已经准备了一箱子了。然后这边的超音速导弹组生产线也建了一半。我现在真的是被生产线弄得有点头疼。先把这个做完，后续我打算发展一下1级材料和2级材料生产线，这样后期的有些东西做起来生产线能简单点，主要太占位置了呀。就像这个超音速导弹组的生产线，现在只做了一半就已经占了这么大地方了，那我一个星球也做不了几个生产线了吧？现在超音速导弹组的材料还需要一个叫做爆破单元的东西。这玩意儿需要用燃烧单元、塑料和硫酸来做。这边先弄一个燃烧单元的生产线，需要24个化工厂。这游戏到这个阶段，已经不是我长多少个肝的问题了，我得想办法直接长在肝上才行。就这成堆的工厂都快干爆了。下面这块空地我还打算要放塑料和硫酸的生产线，所以化工厂就集中一点，放3排，每排8个化工厂。希望我的传送带能顶住压力。我也没算消耗速度，不过极速传送带的传输速度是每秒30个，应该大概够用了吧。然后这边是硫酸，硫酸需要的不多，6个化工厂就够了。这也是我没急着去找硫酸海的原因，需求量不是特别大，而且还不太好找，以后再说吧。下面这块空地用来造塑料，又是24个化工厂，我人都麻了。知道手戳48个化工厂是啥感觉吗？手麻的感觉。塑料需要精炼油和高能石墨，精炼油我直接作为原料给运过来好了。高能石墨我好像没有生产线来着，那就先在这边放生产线吧。后续我得单独造一些大型的高能石墨工厂，以后直接运过来就好了。高能石墨需求量比较大，所以这边需要16个熔炉。还好熔炉个头比较小，不费地方，只费干，好歹是省了一个，对吧？好了，大概就这样了。带大家看看完整的生产线啊。超音速导弹组需要4大材料：导弹组、处理器、爆破单元、推进器。运输站从各个地方运基础资源过来，导弹组是之前那个生产线运过来的。这边是处理器的生产线，下面是推进器的生产线，这一片是燃烧单元，包括这边都是。需要的基础资源也是用运输站运过来的，总共运了8种资源，刚好2个行星运输站搞定。哎呦，我的天，真够费劲儿的。这才是超音速导弹组，后续还有个引力导弹组，更复杂。我觉得我可能至少得考虑把4级或者5级资源规模化生产以后才敢做这个生产线，要不我真怕一个星球放不下。好了，超音速导弹组已经送进星际运输站了，2号星球应该很快就能用上了。来看看生产情况啊，数据显示每分钟的产量是10几个吧？好吧，我现在电力有点不足，等我优化一下电网再说吧。有一阵没去另一个星系了啊，去看看情况。我担心我不在的时候黑雾把我那儿给拆了，不过我也没看到什么警报，主要不知道这么远如果遇到袭击会不会有警报，还是过来看看安心点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个星球距离太空巢穴太近了，每次我都怕打起来，我带的护卫战机都出来了。航行模式结束。红星上一片祥和，也没有新的黑雾中继器着陆，因为基本上没消耗，所以这些资源都满仓停产了。之后我得规划一下，资源都采了，该用的都得用了。顺便我也查看了一下附近的星系，远的我暂时还看不了，科技不够。好吧，近的星系没找到硫酸海洋，先放弃了吧。等把最近生产线的事情弄好了，赶紧攀科技了。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太空黑雾巢穴，只有0.3个天文单位，还能看到中枢核心的说明，是上个时代机械工程的巅峰之作。上个时代是啥意思？不过说实话，这也太大了吧！真实世界月球到地球的距离是0.002个天文单位，看起来才那么小一点。这黑雾巢穴大的可怕，竟然没有扰乱星系引力，我也是服了。目测感觉就那个中枢核心都比真实世界的月球大。走了，回家，小心一点，别起飞的时候方向弄错了，直接撞黑雾巢穴里去了。曲率引擎启动。曲率引擎关闭。1级、2级资源的生产，母星肯定是放不下了。1号星球和2号星球，我还是选择1号星球了。2号星球现在还在养黑雾，而且岩浆多嘛，要填平也麻烦。1号星球就方便多了，非常平整。先把射线接收站绕赤道建一周，把电力先顶上。小太阳现在还造不了，有戴森球了就利用一下。如果后续电力不够了，还可以考虑弄核聚变发电站。好了，今天到这里差不多了。下期开始之前，我还得查一下资料，整合一下资源，然后就开始先批量生产1级资源了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各位，拜拜。